说了这么多关于闹鬼的故事，各位心里肯定都有过疑惑啊，怎么那些故事都没有实际画面呢？哎呀，正巧，西哥我发现了 YouTube 上有个频道，屋主前后上传了好几支影片，内容全都是关乎于家中闹鬼的拍摄画面。大家好，我是西哥，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《公寓闹鬼实录》。扎克是一位印度人，因为工作的缘故，他们一家三口搬到了中东地区。事件发生的第一天，他们一家人刚用过晚餐，扎克和妻子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，唯独他们的儿子在玩乐的时候突然停下了动作，像是在观察着窗外的什么。他瞬间瞪大眼睛，尖叫着跑向爸爸，并说窗外有什么东西。然而扎克检查过后却没有发现任何事物，因此他们认为小孩子只是在胡闹罢了。隔天早上，扎克打算走进厨房放东西，但就在他转头看着儿子时，碗盆上的汤匙自行滑落，引起了扎克的注意。他并没有多想什么，毕竟东西滑落这种事情在日常生活中也时常发生。过了几天，扎克一家在吃饭的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一个巨大的撞击声，随后火灾警报器便开始不停作响。扎克检查了门外，没有发现任何异状，打电话给保安，对方也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，这让扎克一家心里产生诡异的毛躁感。他开始记录下每一天的影片，想看看监视器能否拍到些什么。之后的某一天晚上，扎克并不在家，而太太在厨房里忙。儿子突然跑过来向他抱怨，杰瑞一直在捉弄他。起初他不理解儿子口中的杰瑞是谁，后来跟扎克一起回看监视器时，才发现这毛骨悚然的一幕。可以看到儿子的作业被凭空扫到一边，到这一刻他们才相信家里真的有一个名叫杰瑞的鬼魂在作祟。之后的某天深夜，客厅里的玩具脚踏车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倒在地上，引发剧烈声响。扎克听到后，为了不惊扰孩子的美梦，轻手轻脚地来到客厅检查状况。在此之前，都只有儿子亲眼看见灵异现象，这次则轮到扎克了。在之后的深夜里，家里时常发出奇怪的噪音，逼得扎克得不停下床检查。一次是因为客厅传来了敲打的声音，扎克循着声音走到客厅的柜子前。经过检查后，扎克没有发现什么异样，关上柜子并拜托对方停下。结果 Could you please stop? 有一天晚上，客厅传来了奇怪的声音，扎克只好再次出门查看。重新播放一次，从两边对比的画面可以发现，明明现场只有扎克，却传来一阵奔跑声，向着扎克跑来，吓得他连滚带爬地跑回房间。
这天，扎克发布影片，让大家看看自己住家的周遭环境。他表示近日似乎没有再发生骚扰事件。他本来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但在查看昨晚的监视器画面时，结果让他不知道该如何说明。画面中显示，扎克起床去洗手间，但在回房间的时候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跟着他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扎克家里的怪事依然层出不穷，像是恶作剧般的电铃。Who is it? Who is it? 或是家里越发频繁的灵动现象。还是名为杰瑞的鬼魂推动着家里的滑板车。而扎克也拍了一支长片，解释他认为这一切的可能原因。我这边简单翻译一下，事实上5个月前，他们曾经聘请一位保姆，当夫妻俩在外工作的时候，可以替他们照看孩子。但随着日子过去，他们发现保姆的行径越发诡异。首先是他从来不吃东西，他将饭菜做好给扎克一家后，却从来不一同用餐。这时他总说自己已经吃饱了，但扎克调阅监视器查看，他真的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东西。另外，他们客厅的沙发其实是一张沙发床，那时候都会拿来作为保姆的床铺。但他们发现，保姆时常在半夜1、2点时坐在沙发的正中央，双眼直盯着卧室的位置，这让他们感到毛骨悚然。可惜，监视器录像在没有额外保存的情况下，只能停留1周的时间。他现在也没有了当初的影片。而这一切灵异现象都一次次摧残着扎克一家理智。最终，他们决定要搬离这个魔鬼之地。然而，随着搬家日期将近，灵异事件也越发猖狂。这里发生了2件事情，让我自己都觉得汗毛直竖。有一天深夜，扎克家里的电话响起，但接起来后却完全没有声音。来回几次之后，扎克认定这就是个无聊的恶作剧电话，于是直接将电话线给拔掉。但没过多久，
房间里的扎克又听到了电话响起的声音，明明刚刚才拔掉电话线，为什么电话还能发出声音？他战战兢兢地走出房间，拿起棍子将电话拨掉。而当时间来到搬家的前一晚，扎克一家沉浸在梦乡里。突然，一阵凄厉的孩子哭声从客厅里传来。扎克以为是自己的孩子出事，发疯似的冲向客厅。老伯随之惊醒，并告诉扎克孩子还在床上，让扎克放下了紧张的心情。但不知道你们刚刚是否仔细观察，那阵哭声究竟从何而来？那是否为杰瑞的真身，没有人知道，但这绝对会是扎克最难以抹灭的恐怖回忆。后来扎克联系上了一位灵媒，对方同时是一位恶魔学家，并且有着丰富的驱魔经验。经过评估之后，他认为起因确实来自于那位保姆，但他本身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他的意识不清，但脑袋里却有一些邪恶的想法或是存在。那个东西在憎恨的滋养下，一天天的茁壮长大，直到扎克将他辞退。而扎克的孩子目前拥有所谓的通灵体质，这就是他能第一时间发现杰瑞的原因。结论上来说，原本跟随着保姆的邪祟留在了扎克家里，而这个地方又给予灵媒一股类似于恶魔的感觉，两者的存在才进而产生这么多的灵异现象。如今扎克一家已经成功搬家，幸运的是那些灵异现象似乎没有尾随而来。目前上传的影片都是他们观看闹鬼影片的心得感想，这一家人似乎终于从噩梦中醒来，但那栋屋子却依旧等待着下一个入住的人们，成为他们每晚的玩物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，欢迎大家在上方留言关于影片内容的看法，喜欢的人也可以投下去感谢，那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哦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别忘了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我是西哥，我们下次见。